Hello， 大家好，我是皮特。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还有介绍的呢是锹形虫里面具有非常多样颜色变化的色虫。好，说到色虫呢，就是它的颜色变化非常的丰富，而且可以透过饲养的方法来挑选、筛选出不一样的颜色，可以完全打破我们原本对这种锹形虫黑黑大只的印象哦。它不再是黑色，而是有各式各样，甚至是金属色的颜色哦。好，那在色虫里面呢，最有名的哦，最热门，也是许多观众敲碗想看的呢，有两种。第一个就是金锹形虫哦，第二个呢是彩虹锹形虫。彩虹锹形虫应该就很有名了哦，它可以算得上是代表澳洲的锹形虫之一哦。好，那最近呢，我养的这些色虫哦，就是印金跟彩虹也开始陆续的化蛹还有羽化。那成果我觉得算表现还不错，更重要的呢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带大家来认识一下，顺便了解一下要来如何饲养这些超级独特的锹形虫哦。好，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金锹哦。那金锹呢，就是我手上这一只哦，这一只呢是最近羽化的个体，算是还蛮大型的工虫哦。它呢完全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锹形虫长得不一样哦，除了它的颜色呢是这种金属的黄绿色以外呢，它的这个大颚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哦。大家注意看它这个大颚啊，它这个大颚是往上这样弯上去翘起来的，跟彩虹锹形虫很像，不过呢，跟我们其他熟知的大扁啊、大锹、巨锹类的就是截然不同哦。光看这个外形哦，其实都还会想一下，这真的是锹形虫吗？跟我们平常看到的怎么差这么多哦？好，那在印尼啊，最有名的一个金锹产地就是阿尔法克山脉。大家各位虫友如果有在饲养，看到这个阿尔法克呢，就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产地。那当然啦，也是这些颜色的变化吸引了很多的饲育家要来饲养这种甲虫，因为可以透过挑选人工的筛选的方法，挑出各式各样不一样的颜色哦。像今天呢，除了大家看到这个最常见的这种黄绿色的以外，我这边还有紫色的哦，紫色的印尼金锹羽化。所以呢，等一下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各式颜色的印尼金锹哦，非常可爱哦。好，那讲到这个金锹啊，它其实全身上下都是很特别的地方哦。其中我觉得最有趣、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它前脚胫节内侧这边呢，有一个像是刀片状或是扇形的一个构造哦。这个构造呢，我觉得算是印尼金锹里面超有特色的地方。这个手上的刀片呢，在野外的观察记录中发现到啊，它在野外呢会在一些草上面进食哦。那他们会怎么吃呢？他们就会爬在这个草的茎上面，然后利用手上面的刀片，去用这个刀片呢，把这个草给割成一片一片的大小。那割开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去吸食这个草的。不是树液，草液哦，它就可以去吸食这个草所流出来的汁液哦，技术是非常了得哦。而手上的这个扇形的构造啊，它其实不只是可以用来进食哦，在虫友的饲养时还发现到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很可爱的功能哦。我们等一下呢来开挖一些成虫跟蛹，这个时候来跟大家介绍哦。那大家可以先猜猜看，这个手上的刀片，这个扇形呢，还可以做什么样的功能呢？超可爱的哦。我想，那在介绍怎么饲养跟开挖之前呢，还是要先来带大家看一下印金之美哦，真的很漂亮。我今天手上呢有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一般色的印金，以及这边呢是我饲养不同颜色，它这边呢是紫色的印金。那我先把手上这几只呢来给大家看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好，来看一下哦。这个呢，颜色的气势可不输给我们三角金龟这些无限宝石哦。印尼金锹也是非常的漂亮，也是可以养出蓝色的个体哦。所以如果想要收集锹形虫版的无限宝石，印尼金锹是你非常好的选择哦。好漂亮哦！好，来看一下这几只哦。这个呢就是有点像是酒红色，有没有？酒红色也是很独特的哦。这个是酒红色。那这一只呢就比较紫色一点哦，比较紫色一点。
而这一只小只的这只啊，它可以说是我目前里面比较紫色的，更紫。这个颜色呢是非常鲜艳的紫色哦。好，那再来看到我们的一般色，也就是比较常见的颜色呢，有这种像是黄绿色的颜色。另外呢，这只就是比较橘红色的个体哦。我觉得呢都非常的漂亮哦，而且它身上都带有这种金属的质感、金属的光泽的质感哦，所以整体看起来呢真的很特别，非常的特别。整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只金龟子，但是呢它其实是锹形虫哦。而且不管大大小小呢，它这个手上面都有这个刀片哦，每个天生都是很厉害的厨师哦，厨师。OK。这个呢，就是今天要来给大家看的印尼金锹哦。接下来我要来开挖我几只后面的还没羽化的印尼金锹，这些呢是一般色哦。不过呢，有几只的个体应该表现得非常大。好，我今天准备了3只要来跟大家分享开挖，而今天的重头戏呢会摆在这一只哦，它的勇士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哦，那它已经这3只呢都已经平安羽化了。好。那我们就一只一只的来开挖哦。废话不多说，直接先挖最大只的。哦，这一只大家看一下，这只呢印尼金锹哦，我就写印金。然后呢，我最终有称到9克哦。哦，这批呢是3月的时候，我挖出来是20的公虫。然后呢，在6月的时候我称到了9克，哦。然后今天是10月初了。它已经平安的羽化了，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开挖。这一只呢算是比较大型的个体哦，看能不能达到5公分的水准。那马上来开挖。好，那饲育容器是这个850cc 的杯子，然后我们就挖出来看看。哦，很大哦，很大。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来开挖的这个印尼金锹哦。哦，有哦，这个很大哦，可以，很明显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身体的宽度就很够，牙齿呢也非常的长。好，我们马上来量一下，有多大只哦。哇，有，这只绝对是超过5公分的哦。来给大家看一下，碰到 ，OK， 这只呢是50.64哦，50.64。过5公分的印金呢，基本上就可以称得上是特大型的公虫咯。这只呢真的很漂亮哦，很大一颗哦。那这一只呢是这一批第2只过5的哦，第一只呢有51mm，也是很大的。等一下呢拿出来给大家一起看哦。好，那这一只公虫呢，我们刚刚一开始给大家看的这一只是48mm。那48跟50啊，会完全跳一个档次，跳一个级距哦。来，我们把2只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5公分的这个身体头非常大，很大一颗哦。来看一下这个头，身体跟头的部分非常的宽。那这只48呢，你不要看它只差了2mm哦，它这整个身体给人的感觉哦，差非常多。先把它们装起来。这一只呢是5公分的，所以啦。好，剩下把这2只呢也把它开挖。好，这只呢很明显的就小很多哦，来看一下。好，这一只呢是42哦，这一只呢就比刚刚那只小非常多哦。这只称到的重量其实有称到7克哦，不过它最后出来呢，其实小很多。好，再来开挖最后一只哦，最后一只，来带大家看一下哦，这只羽化了，也很漂亮，完整的羽化。那这只看起来的感觉呢，应该就是这2个之间的大小。来带大家看一下哦，身体的宽度也有，牙齿呢也还算够长哦，有哦，大家看到。这只的尺寸呢是45.2，哦，45.2。
好，那今天呢，就是带大家很快速的开挖剩下来3只这种单独养的印金哦。那我们回到一开始提到，它手上有这个扇形这个片状的功能，它还有什么样的用途呢？要解释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先开挖一颗印金的蛹来给大家看。好，那我们来挖这一只蛹哦。这一只呢，就是用250cc 一杯到底的哦，这个就没有做更换的。大家可以发现到，它这个牙齿啊，有没有？它羽化会这样往前冲，但是它蛹的状况呢，它这个前面的大颚是往上卷起来的，是卷起来的哦。那大家有没有猜到它这个手是用来干嘛的呢？没错，有一些虫友他们在观察它羽化的时候，就发现到，当它羽化时，他们会用手内侧的这个扇形去把它的牙齿给压直哦，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画面哦。自己的牙自己压哦，靠自己的力量呢来把它的牙齿给往前冲出去，真的很酷，很有趣哦。大自然真的是非常奥妙。讲到这个饲育呢，一般来说，我在开挖产房以后，可能会取得10到20的幼虫，我会先用这个250cc 的容器饲养2到3个月的时间。接着呢，我就会挑选一些看起来比较大只的啊，或是吃的状况比较好的，拿出来单独饲养，就是再更换一次木屑哦。像刚刚前面开挖的这3只，还有比较之前羽化的一些个体，就是我用250cc 挖出来以后，更换到这个850cc 的容器。那这个容器呢，对印金来说算是还蛮大的，不是透天大别墅，也算得上是一个豪华小房间啊。这个850cc 呢，对印金来说其实是绰绰有余，很足够的。那像是我每一批呢，就会挑选一些幼虫出来冲冲看，看能不能多养几只大型的个体哦。那其余的呢，我就会让它在这个250cc 里面继续吃，直接吃到它化蛹羽化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一杯呢，就是挖出来20虫，直接养到它羽化的，其实也不会说非常的小。但是呢，如果大家想要养大，想要拼大，建议呢还是要去做更换，会更好的结果。好，那这一只呢是这一批第一只比较早羽化，有超过5公分的个体哦。那我们一样呢带大家来测量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只呢是第一只超过5公分的哦。来，我们来量一下哦。这只呢是有51mm 的哦，有没有看到？这2只放在一起来比较一下呢，这一只是比较早出来的51。第2只出来的呢，它身体非常的厚哦，它的身体比这一只51的还要更大颗，不过呢，它的体型呢却没有这只大哦，这只只有50，而第1只呢是有51的哦。只能说胖瘦是真的影响到体型非常关键的原因。如果呢更多的体重冲在它的牙齿的话，它的体长呢就会更大。如果它的身体长得比较大，那自然呢它就会比较壮，体长就会小一点点。不过不论如何，这2只呢都是超过5公分，都可以称得上是特大的个体哦，超棒的，超棒的。大家呢也可以来试试看，看能不能养出，一起来挑战这种大型的印金，很漂亮哦，很漂亮。除了玩它的颜色，其实把它养得很大只，身体呢也是非常的粗壮。很帅，很帅，很像一个安全帽，有没有？戴一个安全帽的锹形虫。好，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印尼金锹。大家可以看到，还有非常多的颜色。未来呢，如果我有养别的颜色，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另外呢，也提供大家一些饲育的记录跟一些方式，希望呢对大家饲养这些印尼金锹会有帮助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饲育物的内容。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在留言告诉我。有养印金的，欢迎跟我分享你养的是什么样的颜色。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